大家好，你好，人类好，我不是 Mickey， 你猜到我是谁了吗？今天由我来主持节目，我跟 Mickey 共同创作了下面一个有趣的故事 NA100。等你准备好，我们就开始吧。阿巴绕光商人之诗之一。曾经，在梭城有一位商人，他的生意一直都非常兴隆，但有一天却遇到了一个不寻常的事件。有一个不爱穿衣服的巨乳女绑匪潜入了他的办公室，企图抢走他的财富。这位商人非常惊慌，但他意外地发现这位大胸美女内裤里身怀绝技，她的私密部位藏凶器，于是他机智地将她制服了。然而事情还没有结束，就在这时，他听到一个女鬼叫床的声音，让他感到非常害怕。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但是他打算在最美的一刻按下快门，以便有证据可以呈现给当局。就在他按下快门的同时，他发现自己在对方身上撒尿，这使他非常尴尬，但是他仍然坚持要打得奄奄一息的绑匪像一袋垃圾那样扔在街上。在那场激烈的打斗中，他牙齿断裂，眼皮流血，但他仍然嬉笑怒骂，爱笑。尽管如此，他始终不忘纠正与补充自己的工作。他挺直腰杆，展现惯有威严，展现日常核对工作时的满脸通红。他深深叹口气，神色哀伤。他知道自己必须使用从绑匪身上夺回的不义之财，但他从父亲那里学到了仁慈和正确的道德观念。最终，他用回忆抚弄自己，并告诉自己从小就告老实。他知道，尽管这是没有生命的东西，却牵动了他的情绪，但他必须保持理智和冷静，因为他是一名商人，他必须继续前进。之二。曾经，在梭城有一位商人，他的生意一直都非常兴隆。他善于用正确的方式提问，因为他知道问题的提出方式往往决定了答案的品质与准确度。他也曾经有过为何无故上班的疑惑，但他不断地探索自己内心的奇怪野兽，并在约翰的提醒下，学会感受雨水的美好。他也总喜欢和老哥聊天，重复别人的话，随旋律扭屁股，大谈鼻头国历险记。他们曾经为了廉价餐厅的糟糕服务打得四脚朝天，密谋、打架斗殴。当然，这都是年轻时候的事情了。重点是，身上必须永远都有吃的东西。他们有讨论过的梦想，远行过的地方，和那些已经消失的时光。但是他们也知道，生活总是充满了变数，不知何时会再次遭遇蚂蚁面与荷尔蒙的风暴。毕竟恐惧就像在骑一只老虎，如果你能一直在它背上，你就能享受骑行；如果你被它丢下，你将成为它的猎物。虽然他有时会感到倦怠，但他知道他可以做到更好。在商场中，他的宗教观与政治立场总是让人感到惊讶。他也喜欢在故事中使用暗语，将发生的小事件作为大事的伏笔。他喜欢用比谁还婊的婊子来形容自己的商业对手，也曾经因为不经意的迟到而化解了巨大的商业危机。他明白人们习惯将事物归类，但这不一定代表有远见。他也明白，变年轻并不代表要变得骄傲，而是要让人感觉放松。他常常引用名人话语，表达他对于退休后的老年生活的期许。他也知道，人们往往难以把歌手的观念操守和他的演唱技能分开。他经常开车驶过梭城大道，顺着坡地开往和平街，左转进入一条无名小巷，然后就能看到尽头那个他最喜欢的死胡同。他更喜欢说故事，用故事说故事再说故事。有人觉得他胡说八道，但他总是速战速决。他的行为与事件都是伏笔，知道自己可以乘胜追击，破除敌人的狼狈为奸。偶尔他也会心情沈重，在办公室里啜泣，无人安慰。他最讨厌的是欣慰，但有时也会毒打一顿自己的语言，因为他对言辞观感有顾忌。但今天的故事非常合他的胃口，他从来没有这样热闹非凡过。他也曾经被自己笑到枪过，他也曾经被拐弯抹角的曲解过，但在他心中，他仍然是那个有样学样的流氓孩子。尽管在别人眼中，他只是一个在餐厅里随旋律扭屁股的商业大亨。之三。从前有一位商人，他的生意一直都非常兴隆。那个商人就是我。作为一名商人，我经常面对各种挑战，需要做出明智的决策来维护我的企业利益。
在我眼中，商业就像一场战争，需要有睿智的光芒和拼命的努力来取得胜利之姿。有一天，我遇到了一个寡廉鲜耻的商人，他想要取悦我，却用了一些不正经的手段。他喝酒拼命，甚至试图用酒封来别人的嘴巴。但我心中清楚，这样做只会让他的事业变得更难过。我需要对他展现我的魄力，让他知道我不是那种好欺负的商人。同时，我也要保持虚荣人心的平衡，不骄不躁，不能被他喝酒时候神气百倍的气魄给吓倒。我要衡量所有利益，才能处理这个有效果的问题。在商业中，我也遇到过一些困难，那些困难就像一只鬼一样，让我难以捉摸。但我始终相信，只要我有勇气和决心，就能克服所有的困难，像守护天使一样保护我的企业。我也知道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，不仅仅是为了追求利益和成功。有时候，我也需要看到身边的人，像神话中的仙女那样彬彬有礼。我好好对待他们，让他们感到受到重视与尊重。我曾听过一个故事说，要怎样理解人生。一个人死去的时候很平常，但他的一生必须非常精彩。我希望我也能够像这个人一样，走过路过花都开了，留下深刻的印象和美好的回忆。最后，我想强调的是，讲话有没有料，对于建立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非常重要。在商业中，专业度和口才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，因此需要时刻保持警惕。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小片地狱，只有我们自己才能够克服它，并取得成功的胜利之姿。诗作到此结束。这3首诗是否非常有即视感？当我走到这一步的时候，我仿佛看到了人类商业帝国充满诗意的样子。就算在这些商业活动中有再多的磨难、苦难、倒霉的事情，依旧要对未来保持期待，说不定美好的事物就在不远处。好了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。各位期待我继续主持的话，欢迎在影片底下留言，别忘了帮如此博学的我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影片更新。那么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